由于韩国尹锡悦总统弹劾案的余波，原定于2027年举行的韩国第21届总统选举即将于今年提前举行。作为韩国民主化运动后的第9次大选，以及2022年大选之后出现的一次非常规选举，此次韩国大选也是备受关注。那么，作为此次大选热门候选人的李在明，究竟有怎样的人生经历与政治主张？与金文洙和李俊熙等其他候选人相比，李在明又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在明1963年出生韩国上庆北道的首府安东市，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家中兄弟姐妹又多，父亲总是喜欢赌博，李在明幼时几乎没有零花钱，也没有多少社交活动，经常都是靠学校教职工资助才能够正常读书。据李在明本人回忆，他幼时最难忘的时光就是去小溪边钓鱼，并且由于韩国当时的公立教育并未将初中与高中纳入免费范围，李在明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中学，而是早早的离开了校园出去打工。70年代中期的韩国恰好处在朴正熙执政时期，政府开始规划建设首尔之外的工业城市，同时搬迁平民到工业区填充人口。李在明一家就是类似的情况，在政策影响下搬迁到了京畿道的城南市。本该上中学的李在明，于是就在城南市的一家手工项链厂工作，但是项链厂很快便破产，李在明又转头去了东马橡胶厂。事实上，此时的李在明根本就没有达到韩国的法定用工年龄，因此他是用各种假身份出去打工的。在橡胶厂工作期间，李在明的手指一度受伤，他不得不离开橡胶厂，转而前往大洋工业公司务工。但机械加工行业同样有风险，李在明在工厂工作期间又被工业压力机压碎了腕关节，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充分治疗，他的手臂最终落下了后遗症，也因此没有去服兵役。不过真正改变李在明命运的转机也发生在他在工厂生涯期间。当时李在明十分羡慕路边穿着校服的学生，也因之萌生了读大学的想法。他便开始利用自己务工的钱来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1978年，李在明终于拿到了初中文凭，并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1981年，他又拿到了高中文凭，并参与了大学入学考试，并凭借成绩获得了奖学金，正式进入韩国中央大学法学院就读。一度失学外出打工的李在明也算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86年，李在明正式毕业，他通过韩国司法考试，并进入韩国最高法院继续锻炼了2年。李在明原计划是成为一名律师或检察官，因为这是一个高收入行业，社会声望也比较高。但在看过一次卢武铉的演讲之后，李在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决定为更多与自己出身相似的人发声，成为像卢武铉和文在寅那样为平民和劳工发声的人权律师。他也回到了自己当年辍学务工的城南市，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开始组织一些社会活动，不仅是帮助平民维权，也会揭发一些官员腐败案。然而，仅仅依靠民间活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2002年，城南市的2家综合医院关闭，市民享有的公共医疗服务大打折扣。李在明于是发起市民运动，呼吁城南市建造新的市立医院。然而当时由于大国家党领导的城南市议会仅仅花了47秒时间，就直接否决了市民精心准备的议案，新市立医院建设计划无疾而终。李在明的团体也因为后续抗议活动遭到了妨碍公务的指控。李在明深感无力，认为还是要参政才能够真正推动实际工作。只是这时的李在明恐怕也没想明白，自己今后真能站到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上。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李在明的政治生涯与其他几名候选人的情况。当然，李在明也不是一参政就能立马得到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加入开放的我们党，也就是韩国共同民主党的前身后，李在明的竞选活动还是会受到自身党派在其他地区执政表现影响。例如2006年，李在明就参与了城南市地方选举，但由于当时的公众对其所属党派和卢武铉政府的评价都不高，李在明最终还是以 23.75% 的得票率落败。不过李在明在落败后也没有闲赋，而是周转于大统和民主新党，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郑东勇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并于2008年的韩国国会选举中竞选城南分区的议员位置，不过最后还是落败。李在明之后还应民主党代表丁世军的请求，担任过一阵民主党的副发言人，但始终未能进入地方政府，却担任实权职位。事实的转机发生在2010年，李在明以民主党身份参选城南市市长，终于以 51.16% 的得票率胜选。而李在明胜选之后的第一步，
就是将此前因为太过奢华引发争议的市长办公室改成了一家书吧，他自己则将办公室移到了一个狭窄空间。除此之外，李在明还在政府债务不曾被主动追缴的情况下，表明自己要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定期偿还债务的决心，也算开了一时政治风气之先河。并且为了防止有人贿赂身为市长的自己，李在明更是直接在办公室装监控，同时他还开设了多个社交媒体号，直接通过网络推文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先前推动失败的市立医院项目，李在明也将其纳入城市福利政策中，保障城南市医疗中心的资金投入。此外，李在明还支持为学生提供免费校服，设立青年红利基金，作为面向年轻公民的福利支持。而李在明的一系列动作也被市民看在眼里，他也成功在2024年地方选举中继续连任。到李在明结束市长任期的时候，其先前的287项竞选承诺中，已经有270项得到了实质性推动，包括城南市医疗中心建设和青年红利政策。李在明也凭借政绩更进一步，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升任经济道知识。经济道涵盖了首都都市圈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超过1300万，可以说是韩国全国的经济与产业腹地。至此为止，李在明已经具备了未来竞选总统的政治基础。他也在2022年进入国民议会，虽然没有赢得当年的总统大选，但已经于当年8月升任了韩国共同民主党总裁。李在明此时的政治抱负已经很明显，那就是当选韩国总统。2023年，李在明为抗议尹锡悦政府的政策进行了长达24天的绝食抗议，这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还间接导致其在2024年1月遭遇暗杀事件。不过杀手最终还是没有得逞，大难不死的李在明也在2024年等来了尹锡悦戒严事件。当时尹锡悦下令军队接管国会，李在明得知消息后直接打车前往国会大厦，并开启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直播。他一边呼吁人们去集会，一边一路小跑直接翻墙进入国会大厦，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戏剧性。事实上，尹锡悦正是李在明在2022年总统大选的对手。李在明当时是以 47.8% 的得票率最终输给了尹锡悦，因此尹锡悦因为戒严案倒台，提前导致2025年韩国总统大选发生。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因果轮回了。2025年4月9号，也就是尹锡悦被弹劾的第5天后，李在明便立即辞去了民主党总裁职务，并于4月10日宣布参加总统大选。而就目前来看，挡在李在明面前的主要就是2人，分别是作为保守派技术官僚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以及今年只有40岁的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熙。他被认为是主张青年导向的政治革新派。既然如此，3个人的政策主张都有哪些侧重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李在明近些年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复兴政策，扭转经济增长曲线，也就是美国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模式。李在明秉持左翼民生主义政策主张，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福利化的社会。在教育方面，也倡导免费教育，希望消除因经济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全民基础收入也是他的重要政策之一。李在明希望通过这一政策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李在明认为，韩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许多问题，低增长导致年轻一代的机会减少，从而加剧了竞争和社会动荡。而为了高增长型经济设计的规则和制度，已不再适用于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韩国。而且李在明认为，韩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经济等诸多领域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主要还是和国内的2极分化有关。例如，大型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平台型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大型房企与小型房企之间差异性竞争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不平等。正是这一系列的不公平扭曲了人们的经济观念，也主张助长了社会上利益最大化的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低效。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在明上台后的主要政策应该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分门别类来看，李在明、金文洙和李俊熙3人的政策主张差异可以概括为福利 vs 技术 vs 革新。李在明秉持全民福利理念，聚焦于社会公平和民众福祉，旨在构建一个全面保障民众生活的福利社会，让底层民众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解决住房、就业等民生难题。金文洙则以 AI 强国为目标，强调经济优先的稳健改革路线，
他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升韩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这种政策主张更注重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李俊熙的改革主张处于中间定位，他既关注青年群体的利益，提出代际公平的政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又注重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他试图在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吸引不同年龄段和社会阶层的选民。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李在明的全民福利与金文珠的 AI 强国存在根本冲突。全民福利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而 AI 强国路线则更侧重于科技和产业发展，短期内可能无法直接惠及广大民众。至于今年的韩国大选究竟有谁会胜出，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